今天英国金融时报登出了一份花好几个月才拼出来的东西，一张地图，画的是 Google 怎么悄悄组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建设融资计划之一。这些互相扣在一起的合约，加起来大约2000亿美元，其中超过1500亿是人工智慧晶片，而这些晶片几乎全部要送给同一个客户 Anthropic。让人不太舒服的地方在这里。晶片是 Google 参与设计的，而买晶片的那个客户 Google 自己也是他的投资人。这两端中间隔了6层华尔街。所以这到底是这一轮循环里最聪明的金融工程，还是找了比较好的律师的1999年？我们来跟着钱走一遍。报道里这个结构有名字，叫 Compute SPV。所谓的特殊目的公司，就是一家只为了持有资产、收取款项而存在的公司。第一步 ，Google 和博通共同开发 TPU， 那是 Google 自己的人工智慧晶片，也是它不必向辉达采购的替代方案。第二步，博通从 Google 手上把这些晶片买下来。第三步，那家特殊目的公司把晶片买进来，用的钱是摩根士丹利向私募信贷基金募来的，主要是阿波罗和黑石。第四步，这家公司再把硬体租给 Anthropic。6月的时候，第一批已经走完流程，大约350亿美元的硬体，换算下来大约是10亿瓦的运算容量，数量级大概100万颗晶片，一次通过了这个结构。所以把这个回圈走一遍， Google 的晶片变成博通的库存，变成一家华尔街载体的资产，最后变成 Anthropic 每个月的租金，而 Anthropic 是一家 Google 已经投入好几十亿美元的公司。钱出去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接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搞6层？ Google 为什么不干脆自己买下自己的晶片，直接租出去就好？答案在资产负债表上。Google 为这个网络里的资料中心担保了租金支付。金融时报清点出10个开发案，大约24亿瓦的规模，租金背后站着 Google。如果这些全部出事，估计的曝险大约是440亿美元。而目前记在 Google 账上的金额是8亿1500万。这不是造假。担保在会计上本来就是按公允价值，而不是按面额入账。但它确实意味着，你看得到的那个数字，大约只有真实存在的那个数字的1/50。博通在下面一层做了同样的事。在那350亿的硬体上，博通提供了大约300亿的残值支持。如果 Anthropic 停止付款，而二手晶片卖不到足够的钱，亏损由博通吸收。而这个担保会随着 Anthropic 持续付款而逐渐缩小。接下来，这件事就从防守变成进攻了。有 Google 担保的资料中心，借款利率中位数是 7.1%， 而用辉达晶片搭建的业者付的是 9.3%。2.2个百分点听起来很小，但套在150亿美元的债务上，一年大约是3亿美元，而且年年如此，中间唯一的差别只是一个签名。这就是结构性的资金成本优势。Anthropic 的算力最后比对手便宜，不是因为晶片比较好，而是因为文件比较好。这股引力把所有人都吸了进来。博通揭露的采购承诺，现在总计1280亿美元，2027会计年度552亿，2028年度729亿。连加密货币矿商都转行了。TeraWulf、Cipher、Hut8 正在变成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开发商。TeraWulf 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360兆瓦厂区，靠着 Google 的担保，募到32亿美元的建设债券。而 Google 在这个过程里拿到了认股权证，也就是股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形状有点熟，那是应该的。1990年代末，电信设备商做的就是这件事。它有个名字，叫卖方融资。朗讯承诺借给自己的客户81亿美元，北电放出31亿，思科承诺了24亿。客户再拿这些钱
回头买他们的设备。营收看起来非常漂亮，但需求里有很大一块其实是厂商自己的钱绕一圈变成了销货。等客户烧完跑道，需求就消失了。2000到2003年之间，47家这样的电信业者破产。朗讯的结局比那更惨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他不当认列了10亿4800万美元的营收。他的销货从1999年的380亿掉到2006年的80亿，最后以每股3块01分把自己卖给了阿尔卡特。所以质疑的人并不是在鬼叫。当一个供应商替自己的需求出钱，那个需求就变得非常难从外面查核。这才是真正的教训，而且是个很好的教训。但有一个差别，而且不是小差别。1999年那些电信业者是在为还不存在的客户建网路。Anthropic 现在就有客户。它的年化收入从2024年12月的大约10亿美元，到2025年8月的50亿，到今年4月的300亿，再到5月的超过470亿。那不是靠卖方融资撑出来的空气，那是企业把真实的预算投进生产系统，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笔支出，企业的人工智慧预算涨了将近6倍。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这个融资是不是循环的，真正的问题更窄，也更难。Anthropic 付不付得出租金？大约2000亿美元的合约，最后全都压在这一个项目上。而这种集中度才是真正的曝险。杰富瑞的分析师强纳森·彼得森是这样说的：这几家公司的底下已经长出了一整个世界，如果他们的投资意愿下降，这一整个世界会同时慢下来。接下来是住在台湾的人最该关心的部分。这些晶片每一颗都是在这里做的。台积电生产 Google 所有的 TPU， 同时也负责 CoWoS 先进封装，就是把运算精力和高频宽记忆体堆叠接在一起的那道工序。没有 CoWoS 就没有晶片。台积电的目标是在2026年底做到每个月14万片 CoWoS， 大约是2024年初产能的4倍。光是博通一家，预估就需要15万片，大约占整体需求的 15%。所以当你读到华尔街为一家特殊目的公司募了350亿美元，把它翻译成实体世界，意思就是台湾的封装产能被预定了，而且是提早好几年定。有4件事值得盯，而且没有一件是那个头条数字。第一，博通的残值担保余额，那是这个产业真正的避震器。第二， Google 财报附注里的或有负债，就是现在写着8亿1500万的那一栏。第三，这类债券的私募信贷利差会不会开始扩大，那是市场在任何人宣布任何事之前，先把风险重新定价。第四， CoWoS 的订单。金融工程可以重新安排风险由谁承担，但它变不出任何一片金元。总结一下，金融时报画出了大约2000亿美元互相扣连的合约，把 Google 的晶片经过博通，经过一家华尔街载体，送进 Anthropic 的资料中心。6层之后，钱差不多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。这个结构把风险搬离了 Google 的资产负债表，同时替 Anthropic 买到了 2.2 个百分点的资金成本优势。1990年代告诉我们要小心，而 Anthropic 470亿的年化收入告诉我们，这一次的客户是真的。这2件事可以同时成立。盯租金，不要盯头条。以上是 AI 每日新闻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